只睡4个小时的延伸，大概就是长这样吧。嗨，大家好，我是简简。今天的影片我要来跟大家分享我是如何申请上台科大以及天普大学的交换计划。那话不多说，我们就赶快进入正题吧。我原先就读的是国立台湾科技大学设计系的商业设计组。那目前在天普大学没有一个明确的科系，但是算是 Graphic Design Department 的。以下的言论我主要是从我在台科申请美国这边学校的这个经历来跟大家分享。那如果你不是台科大的，但是是台湾的其他学校的学生的话，建议你们还是先上你们的国际事务处的网站，然后做一些研究。那申请交换的第一步就是要好好看完交换生的简章，或是我这支影片我会跟你讲很多小撇步。另外一个需要好好查看的是姐妹校列表，还有他们的成绩要求，以及一些名额限制等等的。那我当初在申请的时候能做的选择其实没有到非常多，因为很多学校都有限制科系。那我们这一届总共有4个人一起申请上了交换计划。那我在美国这边的天普大学，我其中2个朋友在日本东京的筑波大学，那最后一位同学是在挪威科技大学。那下一部分的内容因为比较复杂一点，然后我记忆力没有很好，所以我会偷瞄一下我的电脑，再对着镜头讲一下内容。申请的下一步骤的话，就是要准备书面资料。书面资料包含中英文成绩单、英文检测成绩单、中英文自传、中英文读书计划，以及其他的，比如说优秀表现或是得奖记录或是实习证明等等的。那我自己还有偷偷包含一个推荐函。自传跟读书计划的部分我就不多描述，因为其实就有点像申请大学的时候写的那些备审资料。那我相信大家都是成年人，都可以自己写。但如果你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问题的话，欢迎咨询我。书面资料的缴交方式不是用纸本缴交，是用线上上传方式。那在上传的时候，同时还要去排列你的志愿序。我在填志愿的时候，第一志愿当然就是放天普大学，第2志愿是放挪威科技大学，第3志愿就是放筑波大学。书面资料的内容，我跟同学们大部分都是专为我们想去的那间学校而写的，不是写一个比较笼统的自传或是读书计划。但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对的，但就是跟你们分享我们当初的经验是如何。校内审查有6成是看英文成绩的，那大部分人的申请都是使用多益、雅思或是托福。那有一些学校会直接规定说只能使用托福或是雅思申请，像我申请天普的时候，我自己是使用雅思的方式来申请。那我的雅思总成绩是考8.5分，之后有机会会再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准备的。接下来20%是看在校成绩，最后的20%则是看一些综合表现，也就是你的书面资料。这样看下来，我整体认为说最重要的还是把英文考好。英文考好的话，基本上你就有蛮大的机会会上。经过校内审查之后，学校就会在国际事务处的官网上面公告一个名单，然后告诉你的排名之外，还有你录取的哪一间学校。那其实这时候的录取还只是校内的交换生名额录取，并不是正式的姐妹校录取通知。所以这时候经过校内的录取之后，就要跟国际事务处那边确认说，我确定想要当这个交换生，我确定要正式开始申请。那正式开始申请的其他流程就会是交给国际事务处那边的老师帮你处理。整个申请过程的最后，其实就是在等待姐妹校寄 email 给你说 you're accepted， 然后就是有一个正式的 acceptance letter。那基本上收到 acceptance letter 之后，就可以开始准备出国了。当你收到 acceptance letter 并通知国际事务处的老师之后，就要开始自行着手办理宿舍申请啊、签证、选课、学分抵免、购买机票、机场接送，然后还有当兵的出国手续等相关事宜。这样，那因为我是女生，我当然就不需要处理当兵的事宜，但男同学的话就要稍微注意一下这部分。签证的部分我有点抱歉，因为我自己是美国公民，所以我不需要去办理签证，所以这方面我可能帮不了大家，对不起。
再来住宿的部分，我和成大学长姐就是一起签了我现在住的这个校外宿舍。机票的部分，我是从 Expedia 上面去先购买来回的机票，我去程跟回程加总起来的机票费用是6万块左右。当你收到 acceptance letter 之后，基本上你就是在跟姐妹校那一方开始做联系。国际事务处会算是比较像辅佐你去做这些申请流程，但大部分时间你都是直接跟美国或是你的姐妹校的国际事务处在联系。那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线上的说明会啊，然后就有提醒我们要准备哪一些东西，比如说天普这边就需要上传保险资料，还有疫苗注射证明的上传，以及选课，还有学分抵免的部分。那学分抵免的话，是由各系去做决定跟评断能不能去做抵免。那因为我已经大5了，我现在大5，我基本上回去就可以原地毕业，所以比较没有这方面困扰。但是选课的话，台科大这边就有要求说一定要选3门与自己的专业相关的课程。比如说我是念商业设计组，在这边算平面设计，我修的课程大部分都是跟视觉有关的。假如我想要修一个广告课，比较偏企划或是advertising 的部分的话，可能就不行。但是如果我是修像 art direction， 就还是有一些视觉部分的话，那就可以算在那3门课里面。好，当你准备完刚以上所讲到的所有事情之后，就要准备出国了嘛。然后最后要记得去缴交出国手续单，以及办理延毕，要去注册组办理延毕。对，那这样之后基本上就可以出国了。最后我想要稍微补充一下初期的费用的一些资讯。那交换期间所有的生活费、保险费、机票费、住宿费等等的所有费用啊，都是由交换生自行负担。但是学费的话，就是支付台科大那边的学费，所以不需要去支付国外这边比较贵的那个学费。那第二部分的话，就是奖学金的申请。台科基本上非亚洲的学校奖学金都是9万，亚洲学校是6万。奖学金的部分其实没有很难申请，但就还是要去填写一些书面资料。那记得要在出国前就办理好奖学金。以上其实就是比较严肃，就是在讲如何去申请交换的这个流程。那在影片的最后，我想要介绍天普大学。我选择天普大学的主因其实还是因为我有美国国籍，然后我英文比较流利一点，想说这样比较方便，所以申请这边的话，我就可以减少蛮多费用的，比如说签证费用，还有国际生费，所以我才选择天普的。那 Temple University 也就是天普大学，位于宾州的东南方的费城，也就是 Philadelphia。Philadelphia 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城市。那费城这边其实离New York、New Jersey 跟免税州 Delaware 都蛮近的，所以要旅游其实也蛮方便的。我觉得这边的天气夏天跟台湾一样热，但是没有那么潮湿，所以其实蛮舒服的。我如果想要穿长袖衬衫也是 OK 的。冬天的话，听说是会下雪的。那我没有看过雪，所以我不知道我做好心理准备了没。现在还是9月，所以天气还算蛮好的，希望不会变超级冷，冷到我没办法出门的那种地步。天普大学有非常多的 campus， 那我住的这边是 main campus。main campus 的大小是47公顷，那台科大才5.5公顷，也就是说天普是台科的大约9倍左右。但我自己觉得在学校里面走路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远，我上课都还是可以用走路的直接抵达教室。天普大学的科系非常多，有超过160个科系，所以就是1类、2类、3类的科系都能看到。除此之外，还有设计系、跟艺术学院，还有音乐系。对，所以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学校，我觉得蛮有趣的，可以修到很多有趣的课程。比如说，我有去试上一堂钢琴课，我有同学去上陶艺课，还有玻璃课等等的，就还蛮有趣的。生活方面的话，校园里面非常多餐厅跟餐车，还有店家，比如说有 Subway 啊、Chick-fil-A 啊、Chipotle 啊、Five Guys 啊，反正其实蛮多都是素食餐厅，但也有一些健康的选择。
我觉得算是一个蛮舒适的学校。然后我最喜欢的部分一定是新盖的图书馆 Charles Library， 因为它非常漂亮，然后很适合读书，我常常在那边做事。好啦，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这边咯。如果你们还有其他问题的话，欢迎留言告诉我。那我之后会在我的 IG 开一个 QA， 收集大家的问题，然后再拍成一支影片，所以记得关注我的 IG。没错，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不要，我讲什么？好尴尬。欢迎留言告诉我。Oh my god, why is it so hard? Okay, last time.